现在的手机摄像头模组越做越大，越做越突出，很难说不是在相机上面长了只手机。在经历了拼像素、拼数量的时代之后，厂商们突然想起了快消品前辈们的经验——联名。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自己手头上的手机有联名吗？影视 IP 的联名、高奢联名，甚至是汽车联名，这些都是设计联名。高情商的说法是定制皮肤。但影像联名就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了。如果买回来发现拍照没点真东西，那还真容易被喷。手机厂商们的喜好也很有意思哦，哈苏、蔡司、徕卡都是大家压根儿就够不着的金色传说。即使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品牌，这个品牌有多牛多牛，也要蹭上一丝轻奢的身份。不过吐槽归吐槽，手机影像联名到现在也是分了好几个阶段的。相信有小伙伴小时候也跟我一样好奇过诺基亚摄像头周边的这些英文和字母是什么意思，甚至一度以为诺基亚和蔡司就是一家公司。小时候不懂，长大了才发现还买不起。蔡司是一家德国专门做光学镜片的公司，小到眼镜的镜片，大到人类历史上在月球上拍下的第一张照片用的镜头，甚至苹果最新的 Vision Pro 也是指明用蔡司的处方镜片。而且最先发起手机影像联名的其实是蔡司，不是诺基亚。传言在2004年，手机摄像头还在100万像素的时代，蔡司就想要选一家手机厂商合作，但放眼一看，100万像素实在是下不了手，所以硬是等到了2005年，手机的像素足足翻了1倍，200万像素才有了第一次的合作。这一合作快了整整16年之后，诺基亚打造的无数经典机型上也少不了卡尔蔡司的身影。考考大家，第一台影像联名的手机是哪一台呢？噔噔，诺基亚 N90。这个天才就是蔡司设计的4片3组式结构镜头，来看一下效果咋样。20年前这种对焦水平和清晰度真挺出彩的。这台手机呢，它不仅有联名，其他的也很有意思。你看啊，它是翻盖的，对吧？但是我转一下，再摆过来，直接就开启相机了，是不是很像一台 DV 机？那我还可以推这个摇杆来稍微的变一下焦，还不止哦，它还可以把这个摄像头随意的旋转，这样子它就可以拍自己了。和蔡司那么一拍即合，确实是改头换面了。但那个时候，大多数诺基亚的手机都是这样子的。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一块极简的屏幕直接让手机市场完全洗牌，厂商们开始忙着折腾屏幕大小，谁还顾得上联名啊？所以时间就这么过去了10年，再到2016年，华为 P9 宣布和徕卡联名，前代 P8 就已经把价位上探到3588，P9 实力大增，但在3688稳住，居然还给人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而且这一波联名甚至还开创了水印时代，光靠在镜头旁边印 logo， 那装逼还得线下装，在照片上面加水印，整个朋友圈的人都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徕卡联名华为 P9 呀？而照片本身 ，P9 特意把整个色调调得特别浓郁。你说徕卡德味，我不知道是什么味儿，但是高饱和、大暗角，一眼就是不一样。现在回看起来，这一次的影像联名加上当时很罕见的双摄 ，P9 真的是把传播性拿捏得死死的，让华为的影响力、价位都有了全方位的提升。P9 也成为了一代经典。从此呢，手机影像联名就进入了深度合作的阶段，不再只是在硬件上面有参与软件算法也会有相应的优化。不过也有特例，这就不得不 Q 回蔡司了。索尼在微单和蔡司早有渊源，但手机直到 Xperia One Mark II 才终于用上蔡司的梯形镀膜。先拿出没有梯形镀膜的 iPhone 拍一张，有规律，是正品没错了。再拿出 Xperia One Mark II， 眩光大幅减弱了。若不是直接对着光源拍的话，其实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别看镜头这么好啊，再看看 Xperia One Mark II 的照片，风格高情商说比较相机，低情商点说实在不行，咱们找魅族相机团队了，说不定还好点呢。更别说水印了，看来蔡司是真的没有介入算法啊。接下来再过几年，就到了影像联名的第3阶段。2020年 ，vivo 直接和蔡司建立联合影像实验室，好家伙，档次上来了。另一边，2021年，一加也宣布和哈苏达成3年的战略合作，还要花10亿的研发成本投入在影像方面。不过家人们的水印最后还是出现在了。紧接着，2022年，小米也宣布和徕卡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各家都互不相让，抢夺为数不多的传说级品牌联名。至此，主流的国产手机品牌安排上了联名，而原本带起风头的华为和徕卡的联名，在随后的几年也陆续推出了口碑不错的机型，但随着各种主观客观的原因悄然分手。21年的 P50 系列成为了最后一代徕卡联名的华为手机。往后回头一看，徕卡标怎么长小米身上了？
现在的华为呢，是运用这几年的技术积累，推出自家的影像标识 XMage， 这是领先友商的一个身位，还是无奈之举呢？小伙伴们怎么看？随着深度合作的逐渐成熟，影像联名也进入了第4个阶段，手机厂商和相机光学品牌们也有了实质的成果。vivo 是 X90 Pro 加，一加将哈苏上交 OPPO 推出了 Find X5，小米交出了12S Ultra。到这时候，影像联名我们也见多了，但是风格不够特别，大家又觉得白联名了；太特别的呢，又觉得不好用。这个时候最晚入局的小米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徕卡生动，徕卡经典，随你挑。再搭配上1英寸底的独占，小米拍照差的口碑在这一代直接扭转了。比不过横幅的水印风格，更是直接带着所有国产机被迫跟风。但这也让我更加纠结了，每一次按快门都要先想想是生动还是经典，还是生动还是经典，还是生动还是经典，然后每张照片都拍了2次。大家应该也很好奇啊，华为徕卡和小米徕卡有什么不一样？还真别说啊，12S Ultra 的德味确实更重，而最后的华为徕卡 P50 Pro 清晰锐利，透亮很多。水印都没写徕卡，前几代明明都有啊。看来这个时候就早有准备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阶段各家的影像联名就像个战略武器，大家都有，又拉到了一个水平面，不再是谁好谁差，而是让手机影像开始走向了不同的风格。看看蔡司和 vivo， 不愧是造镜片专业的，X90 Pro 加可以说是我见过抗眩光最变态的手机，直接从年头打到年尾，根本没有一台手机能接近的。色彩呢，就还是保持了 vivo 的风格，明艳强烈的观感，让人感觉非常的讨喜。再看看哈苏 X7 Ultra， 拍照里面没有模式的切换，这和哈苏的湖南长沙理念很契合，质感、色彩、HDR 都维持在一个非常舒服、克制，但是又比较耐看的程度。3家的影调呢，又各有各的特色。正好我又接到了哈苏、徕卡、蔡司，正好全部对应，到底谁才是真的毒？怎么样？结果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经过了几年水深火热的大决战，时间调到现在，其实格局又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1英寸司空见惯，影调和风格的格局也已经形成。其实回看手机影像联名的历程，是相机光学品牌的开疆拓土，也是手机厂商的技术提升，也是影像旗舰提升溢价的合理理由。我觉得这其中也和我们对于手机影像的定位发生改变也有关系。前2个联名阶段的时候，大家更多倾向于是记录生活，而后面2个阶段，大家开始变成了内容的生产者，朋友圈、短视频、vlog 都是我们的舞台。在这么丰富的自媒体时代，有自己的风格才显得不同。就像最近又重新兴起的 CCD， 模糊也是一种风格，丢进垃圾桶里面。华为取消联名是品牌的底气，也是技术的积累，而且泛滥的联名也让联名品牌变得符号化，不会有人觉得联名是一件多么高人一等的操作，甚至 vivo 的水印都已经开始了自定义了。现在厂商的联名是看中那个 logo 的价值，完成溢价的华丽转身，还是因为联名确实对于调教的帮助很大，又或者是仅仅因为没有必要取消掉联名而藕断丝连，我也说不清楚。但手机从来都不是这些高端相机的平替款，就像拿着 OPPO， 我也没有办法天天去拍哈苏最擅长的风光，拿小米的我也只是一个米家深度用户，也不会日常街头扫街。和蔡司最大的关系可能就是每天戴着的眼镜了。手机摄影再变，终极目的是记录，是方便，所以比起影像联名的手机本身，我更喜欢他们举办的 OPPO 超影像大赛、vivo 影像家手机摄影大赛、小米徕卡摄影大赛，把创作从专业的相机里面解放出来之后，从铺天盖地的作品里面，我感受到了更多人对于照片的诠释。像这幅小米徕卡摄影大赛2023年的金奖作品，还真的是挺妙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水平还没有到达这个层次，但是每次看到新的影像联名手机，都会有冲动去试拍几下，按下快门，不经意之间，这一瞬间就被凝固下来了。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影像联名的贡献呢 ？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Teddy，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